来啊，朋友们，上来了，赶快先点赞哦，先点赞，阿曼阿曼，嗯，哦，推送呢，哎呀，哎，109位了，果然推送就很快，我看他一直都没有人上来，结果他推送一上来，一下子就跳100多位了哈，所以说这个东西啦，YT 这网络上的平台，它真的决定谁的生死了。他帮你推播，你就说哦，你那个流量就吓死人的起来了啊。但是他从来没有帮我们推播过，所以我们一直在艰苦的奋斗了哈。我们不像那个人家有些那个中配那个什么哦，刚做没几天就10几万那一种，我们没有那么后面啦，所以我们都做苦力的人哦。那东西哦，一步一步把自己一步一步把自己的事情完善起来了哈，然后就得到这么一点小小的流量啊。好了，我今天重点就是讲这个了哈。为什么？我终于知道尹锡悦为什么要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要戒严了。各位，不是因为我爱台湾我就要爱民进党，更不是我爱民进党我就要爱赖清德。也就是说，今天的所有的事件，所有的事件，我们有理由怀疑这当中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比如说，韩国现在最大的这个地方选举的投票乱一塌糊涂啊，乱成一塌糊涂。但是台湾有没有这样乱？一样啊，我们的什么中选会主委叫谁？想一想，为什么我们中选会主委会给那个尤应龙做呢？尤应龙到底是什么立场？大家不知道吗？各位，但是这件事情，我讲这件事情，台湾人好像也没有什么警觉哦。我提醒各位哦，我们台派人要很小心哦。我们赖清德居然把中选会主委给尤应龙，而韩国现在正在发生这个事情，是不是台湾要警惕的事情？我就很简单了，我也不骂谁哦，我不骂谁，那我就问要不要警惕嘛？尤应龙这样，今年年底会乱成什么样？如果今年年底真的像韩国这样乱，我问你责任在谁？各位啊，不要说我啊妈的，我讲一下，您清定啊，你就大概爱干那整一群人来骂我啊！我跟你讲，对啊，一大堆人写信给我都知道了，我很多看到是讲我就直接删掉，我都不看了嘛。不要写信给我了哈，写信给我没有用，我不想看你们这些人了，因为我只说什么，我说一句话，我只讲给听得懂的人听。我刚才讲我听，我人听啊，听不懂了你真的不要进来听啊，听不懂了就不要，大家卖勾勾底，哈，大家卖高差。台湾一句话嘛，我不喜欢你，你也不喜欢我，我们两个又不是同一国的，那你来搞勾勾底那，你看纠缠我干什么？不要看我的节目好不好？因为你也看不懂，反正你也看不懂，看什么？我讲这些话有什么奇怪？当一个执政党把这个中选会这么重要的什么？国民党是有100年来做票记录的人，你觉得国民党会比那么李在明还好吗？李在明已经把韩国搞成乱成这样子，我跟你讲，韩国这样的乱，再这样乱下去，韩国经济就垮掉，经济垮掉，政治垮掉，这个国家就垮掉了。台湾要步韩国的后尘吗？可是你看哦，你说那塔山你规刚那公赖清德安嘛，我问你啊，尤英龙是谁用任命的、啊？你相信尤英龙？奇怪哦，我唔知这边来改水了哈。各位要怎么解释嘛？你告诉我怎么解释啊？你解释给我听啊，是吧？所以我们台湾人一定要去谨慎去提防这些事情的发生。如果我们民间的批评力量出来的话，我相信赖清德也不敢乱来。所以说我们在怎么？再提供给各位这样一个讯息，这件事情你可以装作不知道吗？你如果装作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的结局，我跟你讲，你自己要去承担了。韩国的背景，韩国的现在的乱象，你是有看到了，好不好？好，正常不170块，董事谢谢。工作关系难得可以看直播，只能看
一直看重播。今天难得赶快看内容，加个油，谢谢啊！该礼拜六还上班了，这礼拜天你还要上班了？对啊，就是说礼拜天应该看的比较多啊，因为礼拜天反正人是吧？你是不用工作吧？加一瓶60块，谢谢。对啊，委内瑞拉马特罗也公示中国坐票，这个都是中国坐票。韩国现在恐怖的是什么？街头的警察都是中国人，已经有中国人出来承认他是 part time 的，你知道吗？他们是 part time， 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李在明他担心韩国警察不接受他指挥嘛，他真的要搞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他看韩国警察不接受指挥，所以用一些什么中国人去当那个不是全职的警察，那叫 part time 哦，兼职的警察而已。当然，一个国家必须要找别国来帮他什么，来帮他维护治安，这表示他的人民是不认同他的嘛。这个事情台湾也发生过啊。马英九不是当时也要引进那个嘛中国公安吗？是被美国挡下来，好不好？那个时候台湾已经没有能力挡马英九，所以如果执政权再让中国拿回去，像马英九这样子要引进中国公安这件事情，我跟你讲，谁都挡不住了哈，谁都挡不住了，好不好？重点是台湾的新闻全部没有一个报纸，你去看啊，台湾新闻都没报啊。只有我们自媒体在报而已啊，这个都是什么 X 推特上了啊，什么脆上报道更多，台湾的媒体很少报这个啊。你就说谁在操控台湾？这个中国操控台湾的媒体已经严重到这个地步了。各位，你们宁愿去听那些啦那些我没办法，我是唯一，我可以跟你讲，我唯一绝对不受中国任何一点影响的，我的报道绝对没有受中国任何一点影响。然后呢，你们觉得我对赖清德太严厉？你这款你这两真正赶在路，你知道走不到路，这个是个多危险的事情啊！中国有能力把韩国渗透成这个样子，你觉得他会对台湾渗透会少吗？对台湾的渗透会比韩国少吗？会比美国少吗？全世界他最想渗透就是台湾啊，所以当你台湾人看到了，好像越来越过分哦，中国对台湾人越来越过分，台湾人好像一退再退，没劲啊，这个底线被踩破了，没劲，再退一下，推到最后呢，所有台湾人都变成什么？自我审查，哎呦，我们这个不要讲，这个万一被中国讲什么？台湾人在自我审查。台湾人如果在自我审查，那你的价值是什么？你活着的价值是什么？啊！你竟然没有感觉，我真的我跟你讲啦，各位，我廖金章有一个很敏锐的嗅觉啦。当风向在变，我有一个很敏锐的嗅觉啦，我真的觉得不太一样。今天有一个人来找我，这个人已经找我很多天了，我都一直没理他。今天我跟他约在那个 Starbucks 喝咖啡嘛，他问我说可以到几点？我们1点开始见面嘛，他问我可以到，我都最晚到6点，因为我7点要直播。结果我2点多我就跑掉了，为什么？这个人深绿的，是深绿的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托他来找我，他跟我讲是什么？本来想讲我跟你谈价51周，我们某某委员我们某某人很是吧？非常的支持你的51周，我讲跟我谈51周我就客气啊，结果根本不是在谈51周，他们说他们要整合一个团队，这个我就不讲太明白了，讲太明白就好像对不起朋友哈，我因为我最后跟他翻脸嘛，他也不是我朋友了，但是我就说至少私下的讲的话，我就不指明是谁，他们要筹做一个团队，然后最后为什么？因为我跟他说，你讲这些都是空话。你一个被80岁的人，你快80岁的人讲话都是空话，我真听不下去，你知道？因为我觉得那个没有意义了。他说全台湾的小党只有我是吧？以执政为目标的小党，他觉得他觉得我很特别。我说对啊，那有什么奇怪的？不执政我就有社团啦、不执政我组织政党干什么？我就已经有一个社团了，我干嘛还要组织一个政党？是不是？所以我就说我就是一个退休人员。我们能走到哪里算到哪里，我们能为台湾做多少事情做多少事。如果没有办法执政，我一点都不遗憾，好吗？
所以我们该做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只是努力的做。就像我说，我这4年，我也没想到我会做到今天这个地步嘛。我这个小小的 YouTuber 嘛，我有小小的反共人士嘛。可是我做到今天，上天有给我留一条路，我就往前冲冲看。所以我就跟他讲说，你不用替我担心，我没有。如果我们这辈子没有执政的机会，我一点都不难过，好不好？我一点都不难过，好不好？然后他就跟你讲，然后他会说他们那个上面那个人啊，那个深绿的墨绿的深绿的人，他说他们把这个组织好之后，要去跟中共谈。我讲这句我我当场翻脸。我说什么叫去跟中共谈？谈什么？谈什么？这个时候你们深绿的人还想组织一支有影响力的团队，然后去跟中共谈，我当场就跟他翻脸，我就走了。所以我说我2点多就走，我听不下去了。我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不要再找我。我一直怀疑你们深绿的有问题。今天我发现真的有问题，深绿的很多。他说我标榜他那个人，他说我80几岁，我快80岁了，他说我标榜我这辈子没去过中国。他说你一个既然搞猛一句，你既然那么反共，你为什么要去中国？包括你如果讲这句话，你就没有资格来跟我谈这个话了。今天我们谈话到此为止。居然会有人质疑我现在反共为什么要去中国？当年去中国做生意，关你什么？他的逻辑是这样，这种逻辑是错乱的哦。所以我最后1分钟我跟他切割嘛，永远不要再找我了，永远不要再找我了。啊，我对你们这些团体，我今天没有把你曝光，已经算对得起你了。跟你讲，我没有把你曝光，已经算对得起你了。也就是这个就是深绿的，不相信私下需要找我，我拿证据给你看。我是不想在节目把这些东西讲出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我们身边的什么牛鬼蛇神呢？到底台湾有多少牛鬼蛇神？卖台是有什么？有蓝有绿哦，有白哦，蓝白绿都在卖台哦，拼命看谁卖的价格高哦。每个人想到有点正式声量就想去跟中国谈哦。一有声量，况且他声量还没做出来，他们的目标就是创造出声量之后，能够影响这个选举之后，要去跟中国谈。我都直接给配比你讲，我真的我说你大我15岁了，我说你大我15岁了，你讲的话哦，比那个什么江湖小混混还不如了。而且这些人是高学历的哈，这人听说是留欧洲的，到欧洲留学回来，不找回来。年轻时候到欧洲留学也是高知识分子哦，可是你想想看，这些人满口空话，讲话拢空就空了。那他这样讲吸收我嘛？吸收我做这个团队的人，我讲你太见功了，我怎么可能被你吸收呢？是不是？你真的把我当什么？但是各位，我就说这样的一股力量哦，有这样深绿的都有这么一股力量，那我问你不担心？台湾各阶层被渗透成什么样子了吗？被渗透成什么样？如果谁不相信哦，那我私下拿给你证据，好不好？我是福建70块短，谢谢。要推动更大理想，就必须要主政党才有正当性，不然就西啊，去西洋。那呢？他说他认识周威廉认识10几年了。我说你觉得周威廉对还是我对？他说周威廉以前也组过政党啊，只不过好像没有做下去，被结束掉哈。问阿廖，我真的不知道他组过政党。那他以前组过政党，现在不让我组政党，你看这个人奇奇怪怪的人太多了哈。我跟你讲，人一辈子搞政治，然后什么都没有搞起来的人，都是一群很奇怪的人。我最后跟他讲说，你在政治上你这个失败者啊，因为你搞一辈子的政治，到今天我没有听过你的名字。然后他还问我说：“凯莉没有跟你讲我吗？”凯莉认识你吗？他说我跟凯莉很熟啊，那怎么他们是同一个团队的啊，什么，然后呢，我说凯莉应该什么都会跟我说啦。如果他不跟我说的原因只有一个啦，就是你不重要了。我最后已经跟他翻脸了，我就讲话就不客气，然后对啊，凯莉没有跟我讲，表示你不重要，你很重要，他一定会跟我说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不起西洋来劲敌啦，然后搞成这样，所以这就周威廉他们这一批人早期的台派这一群人的格局，这顶上的格局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在讲这样是不行啊，台湾的格局没有那么低啊。如果你们这一批所谓深绿人做事是这样的话，
连我都看不过去了。我也不是觉得这样，我是觉得你们不可能成功了，所以你搞了一辈子，我连你名字都没听过嘛，信不信？那表示啊，你在政治上是个失败者啊。KSP 100块短信，谢谢。难怪金三胖要说朝鲜与南韩互不隶属。行啊，所以说，但等一下我们 KSP 30块短信又是一个有空就投降，一有空就投降的。这两例呢，在前面两例列拱云，因为这个人是很深绿中的深绿，早期民进党很重要的政治人物。因为他现在没有能量，退下来没有能量就会想搞这些东西，想要搞一个什么，哎，算了，不好意思讲了哈。再讲了这很多人都知道，凯莉应该知道我在讲谁了。这点人绿营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绿营啊，你台独这些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就是什么？自己如果没有掌握到资源，他就想反。啊，这个就是有一种他们这些人不都是绿营的吗？很多啊，郑宝清那些东西啊，对吧？你讲得出来就这些东西啊，对吧？沈富雄啊，对吧？彭文正这些人啊，在绿营里面啊，只要拿不到利益的人啊，他们觉得我在绿营拼了那么久，结果什么利益轮不到我，那他就一定翻脸，然后翻脸就是什么？去投共，所以深绿投共不会比深蓝少。结果我今天可以得到重视，只要证实，因为我真的亲自遇到。我以前还不敢去，我一直都不敢做这个确认啊，说哎呀，这没有证据之前不要乱讲哈。对啊，没有站上当官就要投降卖台啊，这个就是嘛。因为什么？因为他们一辈子只做这件事啊，各位。这顶人一辈子只做这件事，所以他等于他把所有希望都什么投注在这个政治上面嘛。结果哎呀，好不容易我们抗争国民党，把国民党打下去了，我们绿色执政了，结果我什么都没有，然后一定不服气嘛。他不服气，他就一定会想尽办法要找回自己的那么。他觉得说，那你没有给我，那我就自己抢哦，自己找了。这顶人就是安呢。所以这群人都很特别啊，这群人都很穷。这点人，我跟你讲，真正的台独，那早期台独，比如说啦哈，比如说张荣发啦，比如说那个什么，那奇美那个啦哈，他们这些人，他们有事业吧，那有事业的人，他做台独，他是他的理想。但是你如果把台独当做你终身的什么志愿，然后你没有做其他事，没有去做其他工作，最后都变成什么很穷到晚年他就会什么一点没底气了，没底气就很容易想说啊，我安尼好啊，中国在给我招手，啊，我来试看卖啊，中国他招手了，我虽然是个过气的政治人物，但是我想用我的政治上的什么最后的号召哦，再拼一把嘛，其实虽然我瞧被找回啊。都要70几80左右了哈，周威廉那个也都快80了嘛。用这点人到今天在抓住青春最后的尾巴，看可不可以说变现，把他我一辈子的辛苦变成现金，就是这么一群人。好，中秋30块短信，谢谢廖长。晚上我自己也星期天也要上班。翠上还有人想要攻击你，希望你要采取法律行动，出手就该出手。对啊，一直在攻击我啊。那个，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有出手吗？我想让他把声量再做高一点，就到最后我们再统一出来是吧？统一出来提告，统一出来澄清的话，可能会好，会效果会更好。让他们去玩，那个小不点的小萝卜头啦，因为本来就没到呢。我跟你讲，已经那个翠上已经开始反击了，翠上。反对这些人的声音已经出来了，因为很简单嘛，2、3个月前你们还在阿北清清白白，你们才转绿多少？我们这些已经为民族，我们为台湾已经奋斗几10年的人，你一句话就把我们打下去，
然后很多人就觉得不太合逻辑，就开始有这种声音出来嘛。所以那几个已经把脆的账号拿掉了，不过 YT 跟什么跟 Facebook 还在打我知道啊，都有人开始做一系列的打我的懒人包了，打廖金的懒人包已经做出来了哈，那个东西一告一个准，我跟你讲，除非他是中国，但是我在想那个很可能是中国了，因为会把我所有的资料哈，这些年所发生的事情全部列出来，就说我就说嘛。我在霸团的时候，突然莫名其妙一个叫索绿鸭的一个账号，突然用我以前在在那个自由亚洲电视台的上自由亚洲电视台节目的一个剧照，那个剧照只有中国有，因为台湾没有人会留那个，因为那个是最小的一个节目啊。中国很在乎美国之音跟自由亚洲电视台的流量，所以每次中国的网军打我都用那个照片，所以。当时索利亚就说我卷款潜逃就用那个照片，我就说啊，这个不用告，这个已经是中国的账号，因为只有中国人会拿那个照片嘛。我跟你台湾的人没有人有那个照片了啊，因为那个最早期我上美国之音，我第一个上美国之音之后，第二个就上了自由亚洲电视台的专访了，所以那个剧照确实是谁？确实是他们中共才会留下，台湾人没有人找得到那一张照片，所以我一看就知道这是中国的。打的网军嘛，那中国的网军打我就想说，那大概就，因为我该澄清应该就过了嘛。可是现在还有人把这些东西又拿出来，又一系列把这些东西又拿出来啊，做一个什么懒人包。我想台湾人没有笨到去相信这个啦，但你要相信我也没办法，对吧？啊，我喜欢来去澄清我们，造谣1分钟了，我要辟谣，要跑断腿，对不对？啊。对啦，就说很奇怪嘛，你2个月前还是阿贝清清白白，你怎么突然就变成什么变绿营的什么纠察队了？我都搞吓死人了哈。然后呢，没有关系，很多人就叫我去反击了。那个凯莉已经去告了，已经告了。凯莉告完哈，赔偿完了。我再去告，我会让他最近很忙。他把那个脆上面的账号全部什么删掉，真的是因为他怕我们告他。惊流啦，惊流哦。美国之前才讲是吧？台湾的自由亚洲电台不是结束了吗？那个戴宗仁不是跟那个三官乱在主持吗？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说嘛。因为自由亚洲电台有一个记者是我学妹哦，她一直跟我有联系哦，她是我学妹，她想跟我联系，我就跟她讲说，你们这样你们一点出歹击，你们找什么上官乱跟戴宗仁这两个蓝到快发红的人当主持人，你们真的公信力会出问题。果然没多久就被解散掉了，整个电视台被解散掉，一定出问题了嘛，被渗透了嘛，戴宗仁。跟上官亮2个人都可以合作一个节目，你说这个不是被渗透是什么？是不是？我跟你讲，我要看事情很准啊，我别的本事没有啦，我要看透你中国人的那个嘴脸了，我他妈太准了，我跟你讲，我太准了哈。对啊，尹锡悦被判刑被关了啊，是吧？这表示什么？尹锡悦被判刑是表示什么？中国的力量在韩国是大获全胜。大获全胜，你们要知道，韩国有几个道啊，就以前有几个神啊，有几个神是非常非常亲共的，但有几个神是非常非常亲美的嘛。亲美跟亲共这个力量在什么？在搏击嘛，在角力嘛。结果尹锡悦呢？尹锡悦在角力过程当中，他等于是输了嘛，所以他被人家用这个什么说听说要枪毙他了，为什么？你就知道这两股力量。拉扯多厉害！那你就说一个民主国家总统怎么可能会想要搞戒严呢？那我们外面人就说：“哎呦，这两届人打个破，怎么这个时代还有人在搞戒严？”但是我跟你讲，在那个位置上，你觉得就知道，以今天的情况就知道说，哇，原来他戒严是对的。你当时不戒严，现在的乱象就这样，居然投票投到一半没有票，没票，你就觉得这个。作弊做到什么程度？而且有当场被人家把那个票放到票箱里面，
这个视频都被那个影片都被放出来了嘛，所以表示嘛，中国介入韩国的大选，这个是已经很清楚了嘛。然后加上什么，中国的公安武警去在韩国执法，这是李婆靠你觉得这个东西到底你要怎么去解释？除了他已经什么全面红化了，李正明是全面红化了哦，否则不可能让其他国家的部队的武警的警察来你的国家执法，这个跟什么跟敌军侵入你的国家有什么差别吗？各位有差别吗？台湾人你真的不要再睡了。我廖金章我看到的东西，我也犯了天下之大不讳。我知道你们我们的节目的看我节目的人99.9%都是绿营的，但是我讲的这些东西，我讲赖清德的事，你们一定忍不住。可是我不停的在跟你讲，你是仔细去想一想，到底是我胡说八道，还是我事出有因，对不对？就我刚刚讲了，凭什么游盈隆来当中选会主委？中选会主委，那他不作弊都奇怪。游盈隆是什么？是支持不在籍投票的各位。韩国这次问题，不在籍投票也是个大问题，你知道吗？什么叫不在籍投票？韩国跟台湾都有很大的一群人在中国工作嘛，所以不在籍投票是针对这一群人的。这一群人不在籍投票，他把投票圈选好寄出去之前，你觉得中共不会检查吗？中共不检查，这个中共如果不检查，不可能让你寄出去。所以从中国寄出来不在籍投票，全部都是支持什么中国要的人嘛。那这是必然，这个已经不用去考虑，不用怀疑，他必然就是要这样做。然后我们的游盈隆他是要推广这个东西的，因为他要配合中国来打压，来操弄台湾的选委会，台湾的大选嘛。可是我们的赖清德为什么找这个人当中选会主委？我就跟你讲可能我们会一败涂地，兵败如山倒。因为游盈隆站在那个位置，你就不可能公平。可不可以扣卡30块短信？谢谢，请问廖董对美国在全世界抓共谍的看法？对啊，美国一定要在全世界抓共谍，因为他们已经知道说，共匪最喜欢搞这些东西，在川普最清楚了，他们那个通信投票被中国做票的机会是200%，我跟你讲，这个不用考虑。这么好的机会，中国怎么可能不去搞你美国呢？而且美国又有一个通信投票，那你不是吗？开门一道吗？打开大门，那拜托强盗你来抢我，意思是一样，开门一道，就是这个道理。川普一定要搞，川普这个东西如果不想办法去处理的话，我跟你讲，他下一次选举不一定会选得上，我告诉你。所以也就是说，因为通信投票很多作弊了，所以川普的领先的幅度要很高，才能够抵消那些假投票嘛。这个就让共和党会开始警惕了。所以川普开始大面积在遣返中国人了哈。川普对中国的态度，我认为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正确的。美国是一个世界的嘛，自由的堡垒。100年前去美国是不需要签证，美国人认为，因为这块土地也不是我们的，也是我们是英国人过来，欧洲人过来，然后占了这块地，所以既然这块土地是一个自由堡垒，所以全世界到美国是不用签证。但是现在为什么要签证？因为现在有一个叫做中国，10几亿人的中国，加上有一个什么，也10几亿的算了，印度人不要再讲，这个讲要被封了。就是因为这个问题，让川普知道说，不能再用以前那么左派的思维来对待这个世界，否则你自己国家被渗透，你都完全没有反击的能力。所以在川普在美墨边境建墙之后，你就发现开始他遣返一些中国人出来了，这个是最正确的做法。我说全世界都要靠往右走，这个世界在右转嘛。世界在右转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有一个共匪嘛。世界我跟各位讲，世界如果没有共匪了哈，如果没有那我刚讲那几个共匪，还有另外那2个哈，如果没有这些人的话，世界是可以左转的，世界是可以什么有良好的什么社会福利，
照顾穷人，这个是正确的 ，OK 了。可是我跟你讲，你首先如果你去这样做，人家就用你的什么，你的法律的漏洞来吃你嘛。所以你就现在法国是吧？欧洲已经什么接受太多那个中东移民之后，他自己都已经快乱掉了。你看到很多英国很多移民在路上打人咯，他们这些都是很穷嘛，到了英国还要吃社会福利嘛，那社会养他，所以他们去到英国去到欧洲，他也是社会底层，那底层跟底层结合起来就变成什么？就变成地痞流氓嘛。欧洲多好的一个国家啊！欧洲多好的一个什么？现在在这一方面，加上它科技跟不上世界的潮流，欧洲在整个科技上完全跟世界已经脱轨了嘛。欧洲在晶片没有嘛，3C 产品也没有嘛啊，然后最重要的是 AI 空白了。我看空白，未来的世界是 AI 的世界，居然欧洲空白。欧洲有没有什么 Open AI？ 有没有？有没有什么 ChatGPT？ 有没有什么 Gemini？ 欧洲没有啊，欧洲在这一块它完全空白啊，是不是？欧洲可没有人去禁运它呀，你要直接知道这件事。美国，我们台湾跟美国都没有禁运晶片给欧洲，可是欧洲居然自己在这一块就落后下来了嘛，所以这个是他欧洲未来的路走不过去的路了啦。所以台湾跟美国都要警惕这件事情。我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就是美国，它有一个纠错机制，左到过头了就会右派出来。台湾我们未来要走这个方向哈，民进党已经左到不行了，我们右派一定要站出来。所以今天那个先生讲说，我没有看过一个像你这样小党是以什么以执政为目标的。我讲不是我狂妄，是我觉得事情就该这样做。就像我们很多台独的老朋友跟我讲说，只有你这个素人敢这样做了，只有你这个素人敢组织一个政党要加入美国51州。他说这个议题在台湾烧了那么多年，就没有一个人敢出来组党，就只有你敢。不管我有什么？我 nothing to lose， 我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没有什么好输的，你知道吗？各位，我的就这种个性啊，我要冲就冲啊，我也没什么好输的啊，不那样，我只是说出很多人内心很糟很忧虑的那些东西。所以我们这样做，他们说啊，你凭什么要执政？你也有步骤啊。他跟我讲步骤了，我说大卫不以自取，我们只尽人事听天命。我在做的每件事都要尽人事听天命。台美党会不会执政？他一定会执政。但是执政那个人不一定是我，各位好不好？相信我，听懂我这句话吗？台美党一定会执政，因为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只要我用余生来推动这件事，台美党一定会执政。但是那个执政人不一定是我。我确实是个普通老百姓，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个能量，但是我一定有能量来推动这些东西。所以只要有一个，比如说李远哲这样等级的人出来，我把党主席让给他，然后我帮他去推动参选总统这件事情。所以我跟各位宣告，台美党一定会执政，时间长短而已，但那个人一定不是我。你公平嘛？他们不是说你们说很多人笑我说，你这个小商人也想当总统？我没有想要当总统，我要做那个什么 kingmaker， 我就想做这件事情。我就想推动这件事情，我就想做对的事情，我把所有对的事情都把它做好，然后自然而然台湾人就会看到台美党的方向是对的，而且人家廖清章没有说自己要当总统，他只是要做一个幕后呢，创造一个国王的 kingmaker，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对不？那我们那是什么卡小，你是不是做什么总统？我做梦嘛！但是我跟你讲，我做一个 kingmaker 应该是绰绰有余的，那个公平哦，这样公平吗？各位？公平嘛让那些骂我的人到最后没有东西可以骂，对吧？有人笑讲你一个台商小台商不是大台商啊，你要想要做总统，我就不爱讲，我没有想过做总统了。但是我们的政党一定有执政那一天了，方向对了就一定会什么？方向对了，假以时日，3年、5年、10年、20年、30年，哪怕我死的那天也可以，我们继位者
继续推动这件事情，怎么会不成功呢？对，怎么会不成功呢？哈，所以说各位，你就想尽办法哈，帮我们把这理念推出去，我们共同来努力。有一天你就会发现这件事情真的我们已经快走对了。各位，所以今天你朋友话讲会拍摄，拜托老兄，你们怕拜托，我到今天成立还不到2个月。今天才几号？今天8号我还成立一个半月多一点而已。一个政党的成立1个半月而已，就很多人在讨论说：“哎呦，你要执政了，你要执政了，对吧？我要执政了，对呀、啊，这不是一个很强大的气场吗？”你说，你老公你开始厉害，我不是我厉害，而是我在每一个阶段我都做对的事情，我每一个阶段我都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而已。今天是7号还是8号？7号啊，我们是吧？我们4月15号才核准的，才核准成立政党的。我们什么？我们4月20号我才拿到那个什么，拿到核准证书啊。所以等于正式的是4月20号，我们才4月20号我们才正式公开说我们已经政党组织成功了嘛。4月20号到今天才多久啊？是吧？1个月又18天嘛，是吧？这1个半月左右而已嘛，是啊。1个半月，你们就来讨论我们要不要，是不是要执政为目标？那我非常满意啊，我非常感谢各位的抬举，因为这真的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嘛。好，大家怎样了哈？波斯卡饮料，很好。我觉得他们这样对我们看，不过他会来找我，也就是表示说他也觉得我们有能量才会来找我嘛，因为他们有一个联盟嘛，他们要组一个联盟嘛。但是因为我不太相信他们，所以我不加入。我已经说我不加入了。我觉得我讲一句，政治这个东西一定要什么？开大门走大路，坦坦荡荡，有一说一，有二说，不要老是去搞那些阴谋。他们说要搞一个什么一个联盟，然后什么牵制什么蓝白蓝绿啊什么的，你拿来想就不会成功啊。因为这叫什么？这叫阴谋诡计，阴谋诡计是不会成功的，好不好？台湾这个时代，没有人会吹去，你以为人家看不懂你在玩什么吗？柯文哲想阴谋诡计啦，成功了吗？成功了吗？到明年我跟你讲，到明年柯文哲你们就没人愿意提他了，他应该年底或是明年年初就会关进去了，只要他关进去，他的时代就结束了，就没有人会再提他了，好不好？所以不要再去想那些东西做我们该做的事情。对啊，很多人说为什么主张台湾独立和中国统一的立场势不两立？可是他们现在那一批人都已经动摇了，我跟你讲，有恐怖哦，因为他们我也知道他们的理解了，他们推动了一辈子的台独，但是发现根本无路可走。你推动一辈子的东西，结果你连家门口都没有走出去啊！如果说台独是走得通的，是他们早都走到半路上了嘛，可能只差一个什么改国号什么的，问题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完成，所以很多人也知道说，台湾独立是一个假议题，但他们用一辈子来推动，所以他们有些人想说，不来气看嘛，来去加通议看安怎？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让这些台独的朋友有路可走。台独的朋友，我告诉你，你有路可走，就是加入台美党。这本大家跟我讲我老大跟我讲的这句话，他说你也挽救了台独，因为台独穷途末路，无路可走。你把台独提升到陆美联邦，这件事情绝对可以过渡的过去，论述是可以过渡过去的，好不好？因为我们讲很简单嘛。哪怕你说你要回归日本母国嘛，只要日本同意，我们两个同意，我也可以同意啊。我的方向就是说，只要远离中国的纠缠，我跟美国跟日本我都同意。其实跟美国跟日本都一样了。现在台美日同盟其实已经形成了，只不过赖清德还不敢在台面上承认了，所以他现在在垂死挣扎的是赖清德。
他垂直征答要跟中国有没有试着说，因为赖清德很清楚，国民党不可能再执政了。各位你要弄清楚，现在台湾局势是这样哦，国民党不可能再执政了，所以呢，民进党内部的派系就会跳出来挑战总统，因为我只要得到党内提名，我只要在党内把你打下去，我得到党内提名，我就是总统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以郑丽文现在这种红化迹象，我可以跟你讲，国民党已经完全没战斗力了。所以呢，我们台美党这个时候站出来刚好嘛，因为民进党内部派系已经，你看小英他妈建干一点，打到那个什么，打到老会老弟嘛。因为只要抢到什么，抢到党内派系的党内的提名，他就等于他就选上总统了。那台湾会觉得说，哎呦，你那个派系啊，你们的派系到今天，你们派系今天论述在哪里？你的派系论述已经现在不清不楚嘛。所以有一个叫台美党的很清楚的论述，很明显的目标，很精确的什么方向，我们的每一个走向都跟各位讲得很清楚。我们跟全台湾的人做承诺，我们就是要走这条路，永远不会改变。我这一代做不好，我下一代大家一定有人愿意出来接棒做这个事。所以我们台美党一定会执政，一定会执政。当然那个执政一定不是我，那也是你讲的是公平啊，就很公平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希望所有各方的人才都可以进到我们台美党。只要你能量比我高，我绝对把党主席让出去了，因为我们是理想的结合，我们没有在这边分赃啊。因为台美党本来就是个弱势团体的，我们就是一个很新的团体，又是个很弱势的团体了，我们没有章可分啊，对不对？我们未来就要知道我们没有章可以分，我们就是什么，把我们的理想推广出去，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要做的事情。拜托了，咱这代人真的可以出来做，好好的出来，大家出来够拼一改了。你不用退我的订阅户退到879够矣，真的有空你知道吗？我890几就要退到879，你说这些人，你们要离开了，千万不要再回来哈！你俩有本事给我退订就不要再回来哦，那很丢脸的。我先跟你讲，你不要把退又回来，反正你丢脸的哈。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做错啊，你们这样就在惩罚我，就是在惩罚你自己了。你不听我的节目，你去听那什么，去听那黄国昌了，听那个柯文哲，对吧？老公你的水准都比较适合听黄国昌，我要听那柯文哲。你们真的可以去啊，不用在乎我哈，不用在乎我。我虽然说啦，我跟你讲，因为这是我工作所得嘛，我能有8万9的订阅户，我也很高兴啊。他来退我，当然心里也在滴血啊。可是我跟你讲，我们不会妥协，因为我觉得我做对的事情，我就会坚持走下去。所以你们要退要定，无所谓啦，真的无所谓啦。习惯了就好，有几个代志啊，习惯了就好嘛。你刚刚气到要死，你在那对待我，没有用啦。人家怎么对待也是他的事情啊，你也没有办法改变别人的做法。好 ，My Two 158短信，谢谢。确实，廖主席所说，台独真能走绿执政近12年，早就在国会中修法了。我头脑被打醒了，如今真的只有走附属美国。谢谢，感恩了。我最感恩就是我们这些绿营的朋友接受了我的说法，我讲这叫生死之交。我这世人欠你，我这一辈子欠你们的，支持我的这些，到今天还在支持我这一辈子就欠你们的。这个是我跟你讲做最难得的嘛。因为当很多人在政治上是产生信仰的时候，为了就是把赖清德当做一个什么，当做跟他因孙啊、因囝啊那个教跟那个听堂啊，对绿党对绿营当做一个信仰在看嘛。但是我发现这个当中有一点点不太对劲，我一定要跟各位讲，不要是吧？所以我说台独没有被国民党打趴，也没有被中共消灭，是被民进党消灭。这句话你改想法，我讲对不对嘛？自己想看我讲错嘛？我们是理性的来看这个事情，亲共法案一个一个偷让他过，告诉你，我没法度了，我没有办法，他立法权太强大了，放狗屁！
行政权加司法权远远大于立法权，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立法权可以绑架行政权，好不好？这款东西只能讲给什么？讲给外行人听啊！台湾的朋友，这种话你还信吗？你真的相信吗？他有100种方法可以用，他什么都没用，然后放任他慢慢通过，然后让游盈隆这种人来当中选会主委，然后年底的选举是不是让他大面积的让他什么？让绿营的全军覆没嘛？那个时阵，你再发现赖清德有问题的时候，我跟你讲，恐怕来不及了。我是跟你讲一句话，如果那一天我怕你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提高警觉有什么错呢？那提高警觉有什么不对？国家已经被各路人马糟蹋成这个样子，最后一路的人马，你就发现原来哇，最后一波，最后一路人马是民进党，可怕吧？可怕吧？你发现有恐怖吗？哎，赖清德，你真的要把台湾卖给中国吗？对啊，国民党党人都退党了，现在国民党党人国民党对他们的政党也开始失去信心嘛，因为郑丽文嘛，民进党也开始发现这个问题了嘛。咱我看一下郑弘仪，他那个不是有算命在讲吗？他说赖清德应该就有人缘了，为什么这么没有人缘呢？人意思是说，那转高东在骂赖清德嘛，现在赖清德最可怕是支持者在骂他，不是敌人在骂他。敌人在骂他，敌人骂我也没有感觉，但是现在是我们自己的支持者回过头来再检讨他嘛。两个圣明的讲没有，他说他今年什么？他今年什么，我不知道了。他说什么？明年就好起来。明年怎么会好起来？这个东西下落，不能再好起来。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有一些说法了哦，我已经看到网络一些说法了哦，说如果28年民进党应该要重新提名，网络上这种说法已经很多了，而这种说法得到很大的支持。赖清德自己知道他危险了，我就问各位啦。明明就90%几是吧？是反共的，那90%几是反共的哦。赖清德，你应该在这个反共的人群里面去什么？在反共里面的人群去争取你的支持者嘛。结果你不知道为什么，你好像要放弃这些支持者，然后去什么？去争取那些亲共舔共者哦。你好像在做这件事情哦。因为你在什么？你在讨好中配哦，你在讨好亲共者哦，而且你在什么？你给他一个什么投名状？我中选会主委给你们的人做，我告讲有够不够支持你们？这是起码想恐怖的代志啊！这就是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哦。什么在讲讲？你觉得代币物说你讲退订跟订阅都没有敲锣打鼓，让我笑不到，就是为什么要笑你呢？我怎么幸运我笑你，对吧？我只是跟你讲，退了就不要再回来了，好吧？那退了就回来很丢脸，很丢脸。有了，由利转金吧，哈。对吧？连吕秀莲都提倡两岸中华共识，取代9·2共识，笑死人！中华有什么共识？这批人到今天还有大中华情怀哎，还在推崇中华文化。我跟很多反共团体啊，最后没有走在一起啊，是因为他们在推广中华文化。你给我回来台湾第一件事，参加最多节目是什么？你们知道吗？新闻大破解嘛。新闻大破解是唐人街，是吧？唐人街的哈，然后什么？然后不新唐人不是新唐人，他们是法轮功的。我一直知道法轮功受尽委屈啊，所以我是支持法轮功的人。我为什么跟法轮功远离了？因为他们在复兴中华文化。我看到咖啡气氛零叽叽这样，
所以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要给台湾是吧规划一个远景，一个未来。首先你要先放弃中华文化，中华文化这种育民之术啊，永远都是什么为君主的利益在什么在折磨人民，所以中华文化没有文化，所以中华文化在全世界的思潮，不管是哲学、科学什么数学，甚至连宗教都没有任何贡献。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民只在什么所有的书里面的什么鬼谷子啊，里面他们全部在研究什么怎么控制人嘛。他们永远没有人去研究自然的东西嘛，科学的东西嘛，他们永远在替君王在研究怎么控制人。所以鬼谷子专讲所有的东西啦，什么他36计啦，什么双波啦，什么孙吴兵法啦，所有我跟你讲，全部都是研究人性、控制人性。所以没有人有时间去研究科学，所以中国没有科学，没有哲学，没有数学，没有宗教。这个宗教也是被那时候中国历代有几次灭佛嘛，因为他觉得灭佛教好像比较什么，他比较不好控制，用儒教才能控制人。很多什么很多人好几代皇帝在灭佛过嘛，这就是讲中国人，摆讲电话就是这个中国那个土地那块土地千万年来都是走同样一条路。所以这样的文化根深蒂固嘛。为什么中国已经突然改革开放崛起了，然后就突然跑出一个习近平把它再拉回来？这是因为的文化嘛，它文化就是这样。所以中国永远不会有机会了哈。他再一次改革开放再起来，还是会有另外一个习近平出来。习近平可以为了他一个人哦，他也没有这样，他也没有过比较好哎，对吧？一个过高，他也是心惊肉跳。可是因为他的狭隘，他把什么中国带入那种全国都心惊肉跳，任何一个人都不安全，哪怕大官也不安全，每个人都在斗的你死我活，活在那种死亡边缘。这个就是习近平带动了，把国家带成这个样子。这不是习近平广告，是因为他们的文化就是这样。如果他们的文化不是这样，习近平一个人带不动这个风气。相信我，习近平一个人带不动这种风气，但是因为他们千百年来就是这种文化，所以习近平再往这方走，所有人都跟随嘛，所以才会像今天走成这个样子，好不好？Victory 150块，等谢谢。陈水扁有可能再复出吗？拜登都能高龄获选。陈水扁现在我可以跟你讲，陈水扁绝对有能力，但是他绝对不能可能再复出，没有人会给他特色。小英没给他特色，清帝没给他特色，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对手啊。阿扁出来是对手啊，对吧？阿扁如果再出来选，还是有机会哦，因为台湾人会去评估嘛。阿扁所处的环境比赖清德所处的环境艰难100倍嘛，可是阿扁也把他撑过来了。阿扁还是照样讲一边一国啊。赖清德应该是过了一个什么，接了一个最好的一个蛋糕啊，他一个这么好的蛋糕他都搞不定了，你知道？所以这个就是能力的问题。到最后你就会发现赖清德的能力远远不如阿扁，也远远不如蔡英文。所以说为什么我说2028年一定民进党内部会有人出来跟他挑战嘛？因为从蔡英文的动作看出来，从什么赖清德的左支右绌，赖清德整个施政这么荒腔走板这件事情，党内看得比你还清楚，党内的挑战势力看出来了。所以连那个算命都说啊，赖清德今晚不应该那么，赖清德不应该让你够人玩，不应该那么没有人缘。比如他们也看出来，他现在被党内围剿嘛，连我们都忍不住。我是每天都告诉自己不要再说他了，但是我总是忍不住，因为这个才是决定台湾未来的，这个才是台湾最危险的事情，对吧？我们防了国民党，防了啊，不可能让你国民党再上来。结果我们自己内部的人，我们的歹徒金孙现在在做什么？讨好中国，还尤英龙把他让上去，
明明知道，然后的韩国这个戏又演给你看哦，让台湾人警觉说，哎，韩国今天所有的投票所有产生的问题，让整个国家动荡，集合了什么？集结了几千万人，这个事情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因为我们的中选会主委叫游盈隆啊，各位啊，你个想法买啊，所以我就说我题目叫尹锡悦为什么甘冒天下之大不讳要戒严了，因为他看到了嘛，就像我们看到了嘛，我们也看到，可是我们没有能力去改变，我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事情，我只能在这里呼喊，哪怕你们台派人骂我打我啊，然后派那个什么派那个脱北者那些来把我那派那个什么诸葛风云来把我骂的什么跟狗一样。我依然要讲下去嘛，我依然要讲下去，因为我就说有一天正义公理，你们会看到，这里看了显摆是正义公理。阿扁啊，所以阿扁啊不太可能再出来了，因为没有一个总统会给他特色，没有特色，他就什么，他就没有机会嘛，是吧？而且他出来的话，现在拍戏怎么办？我干嘛让你出来？好不容易把你用一个捆龙锁把你阿扁捆住，我怎么让你出来呢？是不是？哈。对啊，今天韩国，明天台湾，好恐怖啊！哈，诸葛后面我为什么诸葛我为什么我没有最后没有反击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论述比小学2年级还差，你知道？我的妈啊！这款人来骂我，我如果去回应他，我的身份地位在哪里？我的逻辑那么清楚，跟一个那逻辑这么混乱的人讲，你们在攻下，所以他讲到最后，我就说啊，你是真的博士吗？你的博士是两包方便面换来的吧？2包而已哦，2包3包都不止哦，我跟你讲。而且这款人为什么他这种人，我跟他无冤无仇哦，跳出来打我。各位后面有一连串的东西啊，而且我可以跟你讲啦，真的打我的有几个势力啦，中共粉红啦，民进党的人啦，民进党的人以什么以王定宇这个系统啦，这个系统打我，就诸葛风云这个系统带动起一个什么，带起的什么那个什么脱北者，这些人就是说这些时候脱北者应该不是粉红，应该不是共匪的人，我这样看应该不是共匪。他只是急于投名状，他从草转绿，他要给民进党投名状，所以就打我嘛。就这几个方向而已啦。共辉啊，民进党还有什么？还有一些什么民进党的支持者，民进党很怕我出来抢他的票啊，好可怕啊！各位，我的一些铁粉啊，光我阻挡那天我的铁粉走掉多少人啊？还把我臭骂一顿走掉了。他说我在抢民进党票。我跟他回顾，原来你们支持的民进党这么弱，你们支持一个这么弱的弱者，连我们这样正当的组织一个政党，我们要给台湾一个往美国方向这个正确的方向，你们都害怕，你们怕成这个样子，然后你去支持一个弱者，是你丢脸还是我丢脸？哈，我们台北党可是合法成立的，各位。宪法赋予我廖金章阻挡的权利啊！我今天阻挡没有任何问题哦，内政部都通过了，没有任何弊端了。然后结果你们这些人把我骂我，只是因为你担心我抢民进党的票。我为了这个我还说深绿的都不要投给我哈，深绿的都不要投，因为我们要去抢中间票跟什么蓝白的什么反共者的票。我都已经讲到这个程度还不行哦，我讲到这么卑微了，你们还不行？操！你真的以为你是谁啊？你们啊，告他是一定会告，你放心啦，因为那个我这不是讲了吗？凯利先告完嘛，告完我就轮番告嘛。好了，那今天还不错，今天刚刚有到800了，今天有到800 ，OK 了。对啊，他们就支持阿斗啊，他们就觉得，他们就支持赖清德，支持他，好害怕赖清德被什么？被我抢票啊！我的天啊！我是一个什么人啊？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啊！你就这么怕我？不是你怕我，是你因为你自认赖清德实在太弱了，你干嘛连清定啊弱到不行了，所以连我这么一个小小的平民百姓主义的党，你都讲个错赛嘛？
啊，你用笑，我不跟你啊，台独支持者，我真的跟你讲，你这样会被人家笑。你对你们的支持者，那我们不是应该支持一个强者带领我们吗？是不是？最强的那个人带领我们，那 follow me，follow me， 我带领各位往前冲嘛。结果你们说不行不行，我们这个带领者很弱啊，我们要什么？我们在后面保护他。那保护他，你还要他当领导干什么？哪一个大将军是走在后面的？我就问各位啊，古代打仗的哪一个大将军走在后面的？你们现在就选了一个躲在后面的将军，还要人民站出来个推，从后面给他推着，来，给你我保护你。我都觉得丢脸，好吧？我都觉得丢脸，好吧？好，一直130块短，谢谢。刚成立没多久，到底是多怕被抢票？是啊，就是这样啊。啊，我一两不是怕被抢票，我想请问各位啊，到底打我打什么样？打我的点在哪里？我支持办一个凯达个人大道的活动，是支持执政党的挺军购法案哦。我不是反对民进党，不是反对执政党。你们出来打我，在打什么意思？这件事情绝对会历史留下一个公案，我告诉你了。是啊，你把我打得很难看啦！我那天只有300-400人来了，我确实很难看啦，我承认我很难看。问题是怎么可能，对吧？怎么可能？如果不是你们大量在打压，这样在串联，我怎么可能会被打成这个样子？历史会留下一个什么？留下一个公案，好不好？我跟你讲这件事，你民进党永远跳到海里都洗不清了，我告诉你。你赢我的谁不清了？因为你这个丑陋的执政党打压一个支持你执政党军购的小党，你是惊啥？你惊到安尼，我要给他留给历史评价。这个代志历史一定会记上一笔的啦，记上一笔的啊。好。中选会故意让有上位还要提不在籍投票，是故意打算做票吗？就是打算做票。所以我今天讲那么这几天我骂赖清德骂成这样，就是因为这样啊。这个事情为什么你们都不觉得很严重？从他上位当中选会主委的时候，那天我就知道完蛋了，做票的开始了。而这个是谁受益的？好像是赖清德受益的。赖清德这个代志算不好，我问你28怎么选？对啊，赖清德你2028年怎么选？哈，今年的中选委主委是游盈隆，我问你2028年怎么选？难道你真的是当中要把台湾跟中国吗？丢给中国吗？贡献给朝贡，投名状把它送给中国了，那中国赐给你一个省长，这样是不是？还是你想怎么样嘛？否则游盈隆当中选主委这件事情，你2028年怎么过？2028年怎么办？2028年大家选民再要投给你，就是说，这个人居然让游盈隆上位，这个人不可靠，他到底在想什么？他到底是谁的人？你到底是台湾人，还是共匪的人？台湾人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如果我们没讲，台湾人没有人会想到说，那你逮到金孙是有问题的，应该之前没有人想得出来。可是从这一些事件哈，所有的法律6改4中配6改4过了嘛，他会让他过的。然后什么游盈隆，然后一大堆法案偷偷的再通过，你民进党一点表示都没有。然后让我们这些人忧心忡忡，甚至我们很多朋友因此得到什么忧郁症。可是你一个人在那边吃香喝辣的，对吧？我就这样跟他讲啊，台独就讲他没有把他的小孩带回来，这点我还都没讲他的小孩在美国，我都没说这个事，因为这件事我这个人比较包容我不想说这种事情祸延子孙，你知道吗？他的事情自己处理了，我都不愿意去讲他的孩子了。但是纳坦雅胡很多强者当总统，人家一批评他就把孩子带回他们国家，这个好像
也是你必须要表达的一个决心嘛。但这个东西我不骂这个人，因为我觉得那么我们都有家孙的人哦，我们都有这子孙的人，我不想这不要去祸延子孙了。可是有些东西也是你的态度了，有些东西也是你的态度，好吗？好啦，好给你等来，好的，你用另外一个账号，对，你用一个账号。伊朗全国儿子都在美国啊，东港快啦。金讲了，纳坦雅胡人家一将说到他把孩子带回来，叫回他的以色列，这就是一个人的格局，你听好不？很多人的格局是吧？没有人会支持别人哦，不要说没有人了，阿扁也有一群粉丝啊，阿扁还有一群铁粉哦，跟你讲，阿扁绝对有铁粉，包括我也是他的粉啊，只不过他后面的表现，我只是觉得后面表现为了他们那个家哈，格局就是小，阿扁就是个干口给他出血啊，所以他那种人，他没有那个家国的格局，所以他因为他儿子没有办法参选，他就跟整个台派翻脸嘛。这款人这种人确实格局不够大，但是其实他在面对这个蓝白啊，他一定比谁都有办法。我跟你讲，啊，变是就办法去对付在牛鬼蛇神的人，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时候哈，而且这个美国的风向变了嘛，这个时候让阿扁出来，我本来是支持的，但是不会啦，因为没有人会让他出来，没有人会特赦他嘛，哈。我们在讲，因为囝的没人演，那不人格魅力很重要，好吗？阿扁先生，你那个儿子一点人格魅力都没有，不要去从政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没有那个人格魅力，硬要从政，我跟你讲，你只是害死他而已啦。真讲，我不是我笑人家，你陈时中哦，陈总，我已经不记名，你儿子啊，说真心话啦。一点人格魅力都没有，这样的人硬要在政坛上闯，最后是什么？浪费他的人生，浪费他的生命而已。李完已经人生最高的了，你以为他还想干嘛？你还以为他能选上立法委员了？卖公啊，好不好？别傻了，他没有那个本事哈。对啊，我嘛感觉阿扁的东西他处理得很好啊。我们平心而论啊，阿扁确实是个有能力的人。陈志忠算了，对啊，这些安尼，没啦，不会啦。所以讲阿扁那是讲爽一下啦，就是说，如果现在是他在台上，台湾的处境不会那么惨，就这样而已了。但你说阿扁会出来选总统，那个不可能了哈。好了，你提早休息。我们现在不要讲太久哈。哦，王定宇就是标准的政治捞仔，只会玩女人，结果对于马文君的党军公案，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来。今天我有听到王定宇的讲话，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又来诉苦了。他哪来的？我派你去，你是我们的前锋大将，遇到敌人就回来诉苦。你打下来给我看啦，你挡住啊，你打给我看啦，不要什么事情不做，然后就回来诉苦。我告诉你，一个将军哦，只会哭的将军，那叫什么？那叫窝囊废啦，跟你讲。所以王定宇他的特性也很奇怪哦，他没有那种男人的那个，他可能睡女人很厉害了啊。但是他真的说，一个男人要冲锋陷阵，我看你可以挡下来啊，你可以想尽办法，不要让马文君提案啊。你永远只是什么？永远只是回过头来，记得哦，我们这个支持者啊，我给我们拍个招不落啦。又一个回来哭诉的将军，我们台派的现在的将军都这么弱吗？因为大元帅赖清德，剩下些小喽啰，个个都是投降派的。个个就是还没打就回来哭的那种人，台湾人怎么能忍受你回来哭啊？我跟你讲，死也要给我死在战场上，好不好？我就有这种决心。如果我哪一天我有能力做了什么事情，我要死都要死在战场上，我不会回过头来跟你们哭一声，因为我觉得那是我的羞耻，我的耻辱。我在战场上被打趴了，我好意思回来哭吗？我好意思说这些话吗？
他妈的以前将军打输回来先砍头了，还让你回来哭对不对？马文君很可恶，我知道，不用讲。马文君可不可恶？可是我们的前锋大将，所有人都败北，都被打趴了。你打不过人家，怪谁？怪我吗？然后叫我跟你什么？再支持你继续打败仗。我真跟你讲，台湾人看清楚哦，会哭诉的将军我们都不要，失败了再打，屡败屡战，打到胜利那一天，而不是一失败就回来哭，一失败就回来哭。那我跟谁哭啊？我们这个一般人民，我们连什么连能量都没有，我们没有 power， 没有任何东西，那我去跟谁哭？你哭给我听，那我哭给谁听？真有够恶心的，真的是。这个民进党这些战斗力是已经远远不足了，这是什么呀？败兵有勇啊！所以为什么会一败涂地，一落千丈？就这样，从大元帅到什么，到将军，到小兵，全部都是投降派，还没开始打就先哭了。好了，今天先到这里为止了，感谢各位，谢谢各位10几分了哈。我们以后还是要缩短一点，谢谢各位，因为很多人讲说实在太长了哈。谢谢各位，感恩哈。